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耳朵。PMRC 终于要来了，我们终于有比赛看啦！本期视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PMRC 的参赛队伍。首先就是咱们 PL 的三兄弟 SMG、NV、LGD， 他们在我心里就是这个。那相信观众朋友们对于他们三支队伍来说，肯定比我更加熟悉了。那由于 SMG 和 LGD 是首次参加国际性赛事，所以说如果他们打得不好，那大家也请轻喷。我觉得积累经验是最重要的一点。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其他赛区，东南亚赛区的队伍啊。这一次 PMRC 是 PL 对抗 SEA。那这一次呢，我们首先要知道的一点是，东南亚赛区啊，它是由泰国赛区、印度尼西亚赛区、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三个是为一个赛区。然后就是越南赛区，再加上这一次从缅甸赛区打进来的 YG 队伍。好，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泰国赛区的队伍。这一次泰国赛区秋季赛的冠亚季军分别是 Infinity、FaZe、Bacon Time。那这三支队伍也会是在我们 PMRC 当中亮相。首先说 Infinity 呢，它在2021 PMGC 总决赛上面拿到了第10，那是今年泰国春季赛的第5名，今年东南亚春季赛的第7名。但是呢，他是泰国赛的秋季赛冠军，也就是这一次能获得PMRC 名额的一个关键点再加上他整个的年度积分他是力压群雄，来到了我们的 PMGC 的联赛阶段。接下来是 FaZe 在2021 PMGC 东部联赛里面仅拿到第17位没有能够进入到总决赛当中。那在今年2022的春季赛当中拿到第6，那东南亚的春季赛联赛他也没有进秋季赛呢他是亚军，所以也来到了我们的 PMRC 当中。最后就是泰国赛区的 Bacon Time 也是一个新面孔培根时间，他的对标和名字都非常的有趣。那他在今年是拿过春季赛的亚军，东南亚春季赛联赛的第5名，秋季赛的季军，也是首次跟咱们 PL 的队伍交手。但是我从数据上看，他是一支比较偏运营的队伍，他的推进能力是不如他们赛区的2位老大哥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Bacon Time 在今年整个年度的总积分他是排名第2的，是力压 FaZe 1分以1分之差，他是直接进入到了我们季赛的联赛当中。那么3支泰国赛区的队伍我们已经简单的介绍完毕了。这一次泰国赛区有一支队伍让我非常的可惜这个 VPE 上半年叱咤风云，力压 Infinity、FaZe 等等一众好手的 VPE， 他居然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 PMRC 当中我不禁在想，他们是不是飘了？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在 VPE 拿到了PMWI 的冠军之后那 PMWI 它是打2周嘛，第2周是跟我们的总决赛有冲突，所以说我们当时没有打但是 VPE 呢，他在第2周的 PMWI 当中又一次的拿下了冠军，而且呢那一周的比赛它是采用的是 PL 赛制16-54-3-2-1，也是打18场，他们在18场比赛里面居然吃了6击，哇 Oh my god！ 但是有一个问题，虽然说他们在 PMWI 里面拿到了2个冠军但是呢他们这一次在泰国的秋季赛当中只排到第6位，所以说他们掉到了东南亚秋季赛的入围赛当中，但是他们掉入了入围赛当中，再以第1名的身份杀回了东南亚的秋季联赛。所以说从昨天官方公布的名额来看的话呢东南亚联赛它会再出5个名额，所以说 VPE 也非常有机会能够再一次跟我们在2022的 PMGC 当中交手。接下来是印度尼西亚赛区的3支队伍分别是 GD、GIS、AE、Bomb。那这3支队伍里面，目前只有 AE 这支队伍呢，它是通过自己的年度总积分，再加上这一次 PMGC 它在印度尼西亚举办，所以说它获得了一个直通的名额，直接通入2022 PMGC 的总决赛阶段，就跟 SMG 一样嘛。好，那我们就说回正题这3支队伍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首先是这一次的冠军 GD-GIS， 那他在春季赛的总决赛当中只排第11位，但是呢他在秋季赛总决赛里面拿到了冠军，在去年的 PMGC 的东部联赛里面跟我们交过手，也是去年印尼赛区的 S4 赛季的冠军由于呢他的年度积分没有 AE 高，所以目前呢还没有进入到季赛当中。但是以他们的实力来说的话，我觉得进入到季赛的联赛阶段应该不成问题。
这一次呢，印尼赛区它又进入了2个队伍啊，首先是 BTR 啊，第二就是 EVOS。那其实，在昨天的官方公布的名额当中，我们有看到过。接下来就是 AE 呢，它是这个春季赛总决赛排名第7，但是秋季赛呢它是亚军。那今年呢也引入了2位新队员，一个是 Fnatic， 一个是 Pongbeat。然后呢，在2月份呢又加入了一个分析师啊，但是 AE 它在去年21年的整体成绩都比较一般。不过呢，这一次它也是直通全球总决赛的总决赛阶段，也是第一次登上世界舞台，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发挥。最后就是 BOM， 那 BOM 它其实是一支老牌俱乐部了，从18年就开始做了，但是一直到21年呢都没有非常亮眼的成绩，所以今年他们下定决心重组换血。那在今年1月引进了 Hexus， 在2月引进了 Bombhole。那 Bombhole 是一位95年的老将，拥有非常多的丰富的赛事经验。但是呢，他们在春季赛仅仅排到第14位，所以他们在6月份又引进了 Octa、Yumi、Raze。那引完这3位选手之后呢，在印尼赛区的秋季赛总决赛里面拿到了季军，也就来到了我们的 PMRC 当中。同年啊，也是在今年，他们在2月份的时候呢，印度尼西亚的一个著名的手游主播 Pasta 也是作为品牌大使加入团队啊。他们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是为了拿下更多的名额、更多奖金、更好的成绩。接下来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赛区。那这一次他们赛区的前3名分别是 Geek、Sim9、Forevers。那凭借昨天官方公布的名额，也加上他们自己的年度积分嘛，Geek 和 Forevers 已经进入到了2022 PMGC 的联赛当中。首先我们来说说 Geek 吧。Geek 他们在春季赛当中只拿到第7位，但是秋季赛一跃来到冠军。去年虽然说拿下了马来西亚赛区 S3 的亚军和 S4 的冠军，但是关键的东南亚联赛仅仅拿到第6位，所以说没有能够进入到全球总决赛当中。那除了队内的2位老将之外呢，引入了 Mika 从 BTR 租借了 U-High-Boy 这个选手大家肯定非常的熟悉之前也跟令对涛过，对吧？他们在租借完 U-High 之后呢，是直接拿下了秋季赛的冠军，而且年度积分以第1的位置进入到了 PMGC 的联赛阶段。接下来就是 Sim9。那其实老观众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印象，因为这支队伍曾经参加过2019年的 PEC， 没错，就是 XQF 夺冠的 PEC。但是当时这支队伍只拿到第7位，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他们的阵容除了老队长 Mampa 还在之外，其他队员都已经离开了。现在的阵容是 Putra 和 Def 这2位选手都是在21年2月同时加入 Sim9 的。那 Putra 呢，他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从19年就开始服役，20年的下半年还在 SMG 的马来西亚分部打过。其他2位队员是 Adbeast 和 Harm。那 Harm 这位队员是在21年的时候在Anti-Circle 拿到马来西亚赛区的 S3 赛季的季军，同时也是那个联赛的 Terminator， 应该就是联赛淘汰王的这个意思。当然了，这支队伍Sim9 他也培养过3位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是来自于 Team Secret 的3位队员 iShots、Fredo 和 Jumper。最后就是 Forevers， 去年季赛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他们有过交手了。那么今年他们是马来西亚赛区春季赛的冠军，但是呢他们在东南亚的春季联赛当中只拿到第13位，之后呢就来打了 PMWI 我们在 PMWI 当中也跟他们有过交手。但是呢，他们在 PMWI 当中发挥比较一般，所以他们在这之后引入了Secret 的 Jumper。在引入 Jumper 之后呢，就拿到了马来西亚赛区的季军。目前队伍中呢，除了原班人马 AP、Pembroke、Epo、Voki 之外呢，就是 Jumper 了。那 Voki 这位选手呢，是在去年马来西亚赛区的 RSG 队伍拿到了 S3 的冠军今年2月之后呢加入。然后拿到了春季赛的冠军，也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劲的对手。接下来就是越南赛区了。那越南赛区这一次出战2支队伍，第一支是 DX， 第二支是 2E。但是越南赛区的年度积分现在是 DX 排名第1 ，Box 排名第2所以说呢，这2支队伍是可以进入到PMGC 的比赛当中的。但是呢 2E 目前它只能通过东南亚的联赛阶段拿到前5才能进入到季赛当中了。好，我们首先说 DX 呢也是老朋友了，去年 PMGC 东部联赛的亚军
总决赛的第5名，今年是越南赛区春季赛的亚军，春季赛东南亚联赛的冠军，也是最近一次越南秋季赛的冠军。那他们队伍里面首先队内的大腿 Lamborghini 拿到了秋季赛整个赛季的 MVP， 而且呢，他们 DX 在越南赛区拥有非常恐怖的统治力，同时他们的教练 GE 拥有非常丰富的赛事经验，曾经也是一位选手从今年的年初正式成为 DX 的教练兼经理，有点像瘟神的感觉啊。上一次GE 这位选手跟我们 PEL 的队伍交手是在2021年的 PEL 的亚洲邀请赛上，当时呢是服役于 HVNB 的除了原班人马之外呢，在今年1月又引入了一位03年的小将 Vicoy。 比较遗憾的是，队内的 法拉利已经离开去了 Talent Esports， 那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再看到 DX 队内有2辆跑车一起轰鸣了。接下来就是 2E， 上一次跟 PEL 的队伍交手是在21年的 PEI 亚洲邀请赛上，不过现在人员已经全部更换了，他们是今年越南赛区春季赛的第6，东南亚春季联赛的第4，越南赛区的秋季赛第2。最后就是来自缅甸赛区的 YG， 他们也是缅甸赛区的秋季赛冠军。他们在缅甸赛区大部分的比赛都是前3，但是在东南亚的秋季预选赛当中只拿到第12名，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东南亚的秋季比赛当中，也没有办法进入到2022年的 PMGC 当中了。但是队内呢，One Second也是一位老选手，从19年就开始打了，也是教练，也是队伍当中的队长这也是身兼数职。好，以上就是所有 PMRC 队伍的简单介绍了。那这一次 PMRC 的参赛队伍当中，不乏有 PMGC 已经确定要晋级的队伍，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比赛对于很多的队伍，特别是像 SMG 这样的队伍，他没有办法打 PMGC 的联赛阶段，对吧？他直通总决赛，所以说这一次一定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当然，对于LGD 和 NV 来说，同样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因为马上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去打2022的 PMGC 的联赛阶段。那这一次的联赛48进13这个晋级概率说实话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我们只能拿出十足的状态去面对这一场硬仗。同样的，对于东南亚的很多队伍来说，即便他们通过年度积分没有进入到最后的PMGC 的比赛当中，他们也可以通过最后的东南亚秋季比赛争夺5个宝贵的名额。那对于我们 PEL 的选手和队伍来说的话呢，在 PMRC 打完之后，我们会有为期1个月的预选赛，18进1，这个晋级的难度可想而知，是比48进13还要更高的。所以说，所有的队伍加油吧！